仲夏，秦始皇领9000余兵马俑齐齐睁眼。战，肃杀之气冲破云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猛地起身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看了看手机，早上8点半。做梦了。这一声战喊得我全身汗毛倒竖，好像真有杀气侵入我的体内。到现在我还直打哆嗦。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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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机接连收到几条短信，点开一看，什么玩意？海啸红色预警。我还在怀疑信息真假的时候，整座城市被刺耳的警报声包围。我靠，是真的！来不及拿任何东西，我赶紧往外跑。刚跑几步，我就愣在了那里，和我一起出门的邻居也都呆立当场。这是什么？这他妈是海啸！周围邻居一个个好像被抽走了灵魂，只能目光呆滞地呢喃着。我看着海平面上的那道阴影，这海啸有多高？1000米？10000米？巨大的海浪遮住了太阳，整个天空都阴沉了下来。周围的人有哭闹的，有跌坐在地上的，有跪地祈祷的，就是没有人跑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么大的海啸能把整个杭州甚至整个浙江省给吞没了，跑有什么用？就在我们绝望的时候，雷峰塔方向一道金光冲天而起，金光里一白衣女子迎风而立，目光灼灼。华夏大地，邪祟进行！这一声怒喝好似黄钟大吕，让我整个人都振奋了几分。那是白娘子吧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在拍电影吗？不对，电影也做不出来这种效果。那女人一身素衣猎猎，手腕翻转，一口浅黄色宝剑出现在手掌之中，她也化作一道流光，直奔海浪而去。雄黄宝剑，她真的是白素贞。我认出了那把剑，虽然现在脑子有点乱，甚至分不清虚拟和现实，但看到白素贞的那一刹那，好像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白素贞右手持剑横于胸前，左手中指食指竖直，拇指扣在无名指和小指上，剑诀一引，定。这一个字声音不大，却把惊天巨浪硬生生抗在原地，不能再前进分毫。散，言出法随，巨浪瞬间崩碎，大量海水激散四射，天空下起暴雨，但对百姓、对建筑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影响。海浪退去，一名须发茂密的壮硕男子站在大海之上。这人赤裸着上半身，胸口后背纹着看不懂的图腾，手握3叉戟，对着白素贞冷笑。男人身后是一个长相非常惊艳的女人，身材也是异常火辣，就是那满头的青蛇让人看着心惊胆战。波塞冬，美杜莎。男人开口 Go or die， 放肆！最低之神也敢犯我华夏！白素贞丝毫不惧，雄黄宝剑翻飞，9条水柱冲天，化作9条白蛇，向着波塞冬撕咬而去。波塞冬3叉戟一挥，又是一道海浪携着滔天威势，向着海岸线狠狠拍击而来。天空又黑了，这海浪比刚才那道还要高上许多。白素贞凝眉，身前泛起淡蓝色屏障，刹那间，先是9条白蛇粉碎，接着巨浪撞击在蓝色屏障上，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海浪破裂的同时，白素贞倒飞数百米，强忍之后，还是喷出了一口鲜血。海浪碎了，天却没晴。水天尽头，一道接一道的巨浪腾起，势必要把杭州城化作一片汪洋。白素贞在虚空狠狠一踏，再次向着海浪急速飞去。那抹白色身影虽然清瘦，和巨浪相比显得异常渺小，但这份胆色让人钦佩。白娘子，她在护着我们，能护住吗？她好像吐血了。肯定能，她可是神仙。我没空理会周围人说了什么，只是在想，这一切和我看到的兵马俑睁眼有没有关系？空中的白娘子身形一顿，被一人在身后拉住了肩膀。我使劲眯着眼睛，才能看出那人的样子。人脸折身，一头红发好像正在燃烧的火焰，
同样手持一柄长戟，只是这长戟的样子又有些像一根法杖。老夫共工，我来迟了。共工，水神共工，那个撞了不周山的共工。我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，疼，这不是做梦。这些神话当中的人物都活了过来。共工长戟一挥，滔天的海浪像一群听话的孩子，瞬间归于平静。这般控水之术，也敢自称海神？共工迈步，这一步跨越百丈，直接走到了波塞冬的面前。我来杀他，那女人你来杀。话音刚落，波塞冬被共工一拳轰进深海，万千海浪直接沸腾了，化成柄柄利剑，顺着波塞冬被轰击出来的空洞急射而去。共工也直接砸进海里，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，只能听见他豪放的怒吼回荡在杭州城上空。小小蝼蚁，敢犯华夏，忘了上次如何被揍得像条丧家之犬了。白素贞也没闲着，一柄长剑刺得美杜莎只能躲避，要不是靠着石化延缓白娘子的身法，早就被刺成了筛子。共工在水下抱走波塞冬，白娘子追着美杜莎乱杀，可能是怕影响平民，两处战场都离我们越来越远。这诸神之战吗？我还在懵逼的状态，不知道什么东西蹭了蹭我的腿，低头一看，谁家养的猪跑了出来。快走，跟我走！我操你大爷！这一下真把我吓坏了。猪会说话。随后马上冷静下来，白素贞和共工我都见到了，猪会说话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。二师兄，我试探着问道。我靠，你记起来了？这猪瞪着他圆溜溜的小眼睛，异常可爱。什么记起来了？会说话的猪除了佩奇和你，我也想不到第二个了。先不说废话，你赶紧跟我走。去哪？二师兄低头，鼻子一拱，把我扔到他的背上，唰的一声飞了出去。那一瞬间，我都看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。人间乱了，你得活着。二师兄边跑边和我说着话。猪哥哥，你这话我听不懂啊。西方诸神侵略华夏，不止杭州，整个华夏大地都在开战。通过二师兄的介绍，我大概了解了情况。很久很久之前，这个世界的神奇被我们的老祖宗差点揍团灭了，其中主要有希腊诸神、日本诸神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。后来还是女娲娘娘发了善心，让他们自我沉眠，永生不得踏入华夏半步，若华夏子民收复他们的土地，需无条件退让。西方众神同意之后，我们的神沉眠的沉眠，游历的游历，渐渐消失在了大众视野。最近这群畜生竟然趁着华夏神奇空虚前来进犯。等等，为什么我们的神奇会空虚？我打断二师兄的话，这个你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。八戒接着给我介绍情况，西北那边突然出现了不少法老，正在引导黄沙封城，被复苏的秦军杀得一个不剩。东北那边出现了不少狼人和吸血鬼，不过那边很安全，不够五仙塞牙缝的。总之，这个世界彻底乱了。兵马俑睁眼，这事是真的。我很意外，那不是个梦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那些都是秦军英魂，沉眠了而已，现在有敌来犯，自然苏醒。卧槽，原来咱们华夏这妖牛逼呢。那可不，要不是这些个玩意儿复苏了，都不用我们管，再过10几年称霸全球不在话下。八戒扭了扭腰，就是这些个脑瘫玩意儿复苏了，热武器解决不了，我们才不得不回来了一些人守家。白娘子和共工。八戒有点尴尬，不是，他俩本来就在华夏沉眠，我们的人还在路上，合着就回来你一个。对，我回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，你可千万别死了。保护我？为什么？嗨嗨，你该知道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无语了，这猪说话怎么说一半藏一半的。二师兄啊，你看天上。怎么了？天上为什么会有3个太阳？卧槽，这群孙子！八戒骂了一句，小猪腿紧蹬，速度快了不少。
可那两个太阳好像锁定了我们一样，感觉距离越来越近，身边的温度也越来越高。二师兄的这白白胖胖的小猪后背一身汗，我都有点坐不住了。不一会儿，二师兄停了下来。我们身前身后各有一个太阳，直径能有100米，彻底把我俩夹住了。二师兄散发着大法力帮我散热，但我还是全身暴汗，还闻到了一股烧猪毛的味道。两个太阳里站着2个人影，面前这个是身穿和服的女人，面相平和，看着有点慈祥。身后的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容貌英俊，表情威严。二师兄，这俩是谁？能干过吗？天照大神和阿波罗都是太阳神，不好对付。话音未落，一道金光擦着我的头皮飞了过去，那光看着炙热无比，但我感觉很清凉，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不少。天照大神想要躲避，闪烁了无数次，还是没有办法躲开那支利箭，只能硬抗这一击，只一下就被轰出了数千丈。后羿，你回来了。后羿对着二师兄点点头，我靠，后羿真帅啊！一个高大的身影伫立在我的身后，像一道天堑横亘在2个太阳之间，手里的射日弓刺的我眼睛都不太能睁开。这弓好啊，不用箭，法力自然凝结成箭，不用担心弹药问题。这俩太阳交给你了，射他们，这是你擅长，尤其是那个天照老妖婆，差点给我烤熟了。后羿，你射他，狠狠地射他，给他射怀孕。又是一箭，裹挟着天威，直直射进了二师兄的定根部位。八戒嗷一嗓子，再也不敢贫嘴，拖着我就跑。阿波罗还想拦，数百根箭矢直接全方位无死角地射向这高冷男子。这一下阿波罗也破防了，全然不顾形象，躲得像一只吃撑了的跳蚤。我们距离后羿越来越远，后羿太强了，一打二追着打。看着阿波罗和天照像鸭子一样被后羿的箭撵得满天飞，心情很舒畅。没那么容易的。二师兄开口，他们只是忌惮后羿的射日弓，等后羿法力弱一些就拦不住他俩了，所以我们得快些跑。我们到底要去哪？去。二师兄话没说完，地面裂开了一道大口子，一栋楼房那么大的舌头从地底钻出来，就要把我们2人吞进肚里。还好二师兄反应快，及时显出本体，唤出了法天象地，一拳把舌头又轰回了土里。砰砰砰砰，又是4个舌头穿出，咬上二师兄的4肢。第5个舌头直奔我的面门，看着那血盆大口离我越来越近，我感觉我都看见我太奶了。关键时刻，二师兄唤出9齿钉耙，直接撑住那大蛇的上下颚，让它不能闭合，我才捡回一条小命。八戒挣扎着手臂，可这大蛇力大无比，一时间根本脱不开身。砰砰砰，又是3个舌头露出地面，我也能看清这怪物的全貌。8条大蛇共用一个身子，互相纠结缠绕，看着让人头皮发麻。别他妈行注目礼了，这是8岐大蛇，快跑！我闻声赶紧后退，但哪里能跑得过这怪物？3个大头瞬间逼近，轰轰轰3声爆音，差点把我震成傻子。尘烟散之后，这3个舌头直接被另外3个头按进了土里，尽管大蛇不断挣扎，只能翻起尘沙，丝毫没有出来的可能。我看了一眼救我的人，和8岐大蛇有点像，只不过有9个脑袋，脑袋不是舌头，是人脸，面相英俊。八戒也抽出手臂落到我的面前，相柳，感谢，奉主人之命前来相助。八戒拱拱手，给共工大人带个好，随后又看向8岐大蛇，那这畜生，交给在下。相柳发力，被他压着的3颗头颅瞬间爆碎，8岐大蛇惨叫连连。不知道哪里修成的畜生，来我华夏土地造次，该死！二师兄不再多言，带着我飞快地脱离战场。不是，二哥啊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杀我一个普通人啊？你别问了，问了我也不能告诉你。奶奶的，我还能是救世主不成？一般剧本里都是这么演的啊。外族入侵的时候，
反派一个个好像喝多了百草枯伤了脑子一般，拼命地追杀一个普通人。正派就舍了命的救，最后普通人觉醒成大爹，一巴掌拍死反派。这剧情我太熟了，难道我就是那个后期的大爹？那我能是谁呢？唐僧？唐僧好像不太够资格，实在想不到啊，牛逼的古神太多了。别瞎合计了，你就好好想想自己是谁，这华夏百姓靠你救呢。二哥，要不你提醒我一下子试试呢？我提醒你妹啊！我要是提醒你有用的话，我直接把你名字刻你脑门上好不好啊？弱弱的提醒一下呢。八戒想了想说，刚才你看着天照和阿波罗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那俩太阳没啥感觉啊，就是感觉热。草了，大哥你可快点想吧，华夏现在没有个安全的地方，你要是想不出来，我得一直驮着你飞，我不确定每次都有人救你啊。二师兄说得对，现在整个华夏都沉浸在无边的战火里。虽然华夏的神奇能力强大，一打二、一打三都没问题，但是西方的神来的太多了。我看见杀神白起带着数千秦军把狼人大军杀得血肉横飞，但转瞬间被雅典娜的长矛贯穿了胸口。白起当然没有死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是杀神白起。这声怒吼响彻天地，一刀把雅典娜的战甲劈出裂缝。我看见夸父掐着战神阿瑞斯的脖子，像扔标枪一样，把他直接灌进了山峰里。随后山峰轰然倒塌，但被身后的堕天使路西法一拳轰个结实，狠狠地吐了口血。我看见哪吒挥舞着混天绫，一个人硬抗战斗天使米迦勒和雷神宙斯，但是再也顾及不上脚下的魔兽大军冲进城市。战斗机呼啸，导弹横飞，但是现代的武器就好像神奇手里的烟花，看着好看，没有一点威胁。我到底是谁？二师兄说了，说我能救这华夏百姓，可我为什么想不起来我是谁？痛苦、惨叫、哀嚎，哀鸿遍野。华夏神奇力竭，却义无反顾地冲击上去，阻击着来犯之敌。可我这个大救星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噗！哪吒一口鲜血喷出，金刚圈也碎了。哪吒身下是数百天使的尸体，宙斯被火尖枪死死地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可天空中还有大量的天使围攻着哪吒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如来、玉皇大帝，你们在哪？你们为什么不保佑我们？女娲娘娘呢？人祖伏羲呢？不要我们了吗？百姓在无助的时候只能祈祷，他们祈祷着自己知道的最强最厉害的神，希望神能保佑他们，能出来救助他们，能替他们战斗，保卫他们的家园。可除了不断吐血的哪吒，半跪在地上喘着粗气的夸父，食不存酒的秦军英灵和握着断刀的白起，再没有任何神奇过来帮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华夏的神不要我们了吗？华夏的神奇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双眼通红，看着二师兄，其他神呢？他们在哪？怎么还不过来？华夏这么大，这几人守不住。二师兄低着头没有说话。大师兄呢？猴哥呢？你都来了，他为什么不来？还有那么多上古大神呢？蚩尤、黄帝、盘古、应龙，他们在哪？当时我们说好的，说好了什么？我抓着八戒的肩膀，状若疯魔。说好了，你带着陈面的神奇守老家的。我跌坐在地上，久久没能回过神，原来都是因为我到底是谁呀？西方的神不断出现，加入战斗。普鲁米修斯一挥手，万里焦土，这个盗火者教会了他的子民用火，现在却用火屠戮着华夏大地。哈迪斯举手投足间，黑暗笼罩天地，冥界之力腐蚀着一切。须佐之男手握草剃剑，已经斩掉了香柳的7颗脑袋。香柳丝毫没有畏惧之色，一直和须佐近身缠斗。我没想到这个上古凶兽现在居然在拼死保护华夏百姓。
伊邪那岐嘴里嘟囔着我听不懂的音节。很多普通百姓已经目光崇拜地向他下跪，那感觉好像可以为了这个仇人去死。华夏的神奇也在陆续复苏，除了苏醒之后的火神祝融怒吼着对上了普鲁米修斯，把他的头发都给烧焦了之外，就只有哮天犬一声长吠，唤醒了对着伊邪那岐跪拜的百姓。华夏的神奇太少了，能有效杀伤对面的力量也太少了。每个神都处于一个以一敌十、以一敌百的状态。不多时，华夏第一尊陨落的神出现了。白起躺在地上，右手里还握着一头妖兽的头颅，只可惜左边身子全都化成碎肉。白起被一个天使一剑劈成了两半。若无60万秦军皆在，尔等何敢？说罢，身体渐渐消失，只留下一声哀叹：众阴兵，随我杀！一声怒吼，100万阴兵尽数显现。地府出来就是了。带头的正是黑白无常、范无咎和谢必安。只是现在是白天，阴兵战斗力大打折扣，但好在接替了秦军的阵线，抵挡着西方的狼人和妖兽。紧接着一声梵音，18罗汉天神下凡，金刚一怒，血流千里。但还是那个问题，华夏神奇战力无双，人太少了。尽管来了一些援军，总体人数少了对方100倍1000倍，我方节节败退。八戒手里死死握着钉耙，不能护着你了，我去参战，你抓紧想想自己到底是谁。二师兄还没起身，一根棒子从天而降，直接把还在战斗的米迦勒敲成飞灰，战斗天使就此陨落。巨大的冲击波辐射千里，地上的妖兽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。大师兄，八戒眼里都有了泪光。大圣，你可来了。哪吒把断断碎裂的混天绫扔到一旁，拄着火尖枪勉强站起来。混战，全方位的混战。西方众神改变了对策，只留一人拖住华夏的神旗，其他众神全部围攻大圣。大圣自然没有退缩的意思，一根金箍棒打得一群天使节节败退。抽空间，我追着日本的神奇虐杀，伊邪那岐还在那蛊惑人心呢，直接被一棒子敲成了渣渣。一群狗也在我华夏土地蛊惑人心。赤天使加百利接替了伊邪那岐的任务，对着华夏百姓传教：你们的神救不了你们，信奉我，我能给你们带来福音。我们的神是万能的，能救你们于水火；我们的神是仁慈的，把美好洒向华夏。我们的神是狗，哪里来的狗？哮天犬一口咬在加百列的屁股上，任凭他如何翻飞也没法甩掉。这拳也发了狠，巨口幻化，直接把加百列吞进肚子里。吞下之后，脸色巨变，在地上满地打滚，痛苦哀嚎。肚子越胀越大，肚皮被撑成了火红色。一声巨响，爆炸冲击波在原地炸出了一个数十米的大坑。哮天犬陨落了，加百列也断然没有活着的道理。面对着这么多西方神奇的轮番进攻，猴哥也显得有些乏力，手里的棒子越来越沉，脚下的尸体越来越多，渐渐有了坚持不住的迹象。还有人吗？华夏还有援军吗？八戒对着我摇了摇头。那你快去救人啊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，他不能死啊。猴哥一直是我们这代人心里的偶像，如果猴哥陨落了，对我们这边信心上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。哪吒小心！雅典娜躲过哪吒的闹海枪法，同样一枪直奔他的后心。噗！长枪洞穿了肉体，但是没有血，只有一根猴毛缓缓飘落在地上。大圣！哪吒怒极，一枪抽飞了雅典娜。原来前来援助的只是猴哥的一道分身。大圣呢？大圣本体呢？猴哥一道分身都能和众神僵持这么长时间，本体为什么不过来？本体过来的话，这场战斗说不定都已经结束了。西方的杂碎都得在华夏大地伏诛，
说不定白起和哮天犬都不用死。杀杀杀杀！香流选择了自爆，身体里的毒液四下飞溅，但凡沾上一点，直接化成脓水，血液落在地上滋滋作响，生成的黑烟同样有剧毒。大批大批的妖兽狼人像麦子一样倒在地上抽搐。只是杀了再多人，香流也活不过来了。你在这给老子好好想！八戒再也忍不住，放弃了保护我，提着钉耙加入战场，丝毫没有联系自身法力，直接唤出了法天象地、天蓬元帅名不虚传，打得他们抱头鼠窜，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二师兄问我，看着天照和阿波罗有没有什么感觉？能有什么感觉？难道说我和他们两个有过节？谁和天照还有阿波罗有过节？这他妈怎么想啊？在我的认知范围里，这俩人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。他俩唯一的共通点就都是太阳之神。太阳和太阳有关系，可是在我有限的神话认知里，和太阳有关的就只有后羿一个啊。这大哥现在就站在战场边缘，用射日弓远程支援着队友呢。我不可能是后羿。嫦娥，他妈不能啊，老子是个爷们儿啊。华夏神奇坚持不住了，边打边退，只能把一座座城池让给西方。好在西方的目的是侵略，不是屠杀，并没有对普通人怎么样，而是帮百姓重新建立家园，给他们粮食。同时每个地方都有数名天使传教，说这是西方神的福音。这种传教比屠城更可怕。过了十几年、几十年，百姓要是真认可了西方的观念，华夏就完了。八戒锤死了20多名西方神，再也站不动，回来我身边拉着我就跑。他的9齿钉耙是至宝，比金箍棒还要厉害的宝贝，现在也断了2根钉子。我说，你到底想起来没有？还没。我他妈再给你一个时辰，你要是再想不起来，老子要用绝招了。我大怒，有绝招你为什么不早用？这招用了，你想不起来就死，我也得死。华夏神奇退守到了长白山，追击的西方神到了这里就停了下来，他们也想休整一下。长白山的野兽一个个凶性大发，但凡有异族进来，就不要命的攻击撕咬。对那些神奇确实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对妖兽还是有点威胁的。东北五仙不善远征，但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地界，西方狗来了也能抗衡1、2。八戒说完便原地打坐，调理着气息。我大概看了一眼，身边的神奇只有二师兄、后羿、哪吒、白无常、谢必安。白素贞法力虽然低微，但也活了下来。其他人都走散了，不知道最后怎样。不过只要不拼命一心逃，华夏神奇活下去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，毕竟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悍。哪吒受伤最重，很多对方的高阶神奇都是3太子在硬抗，3头6臂被打爆了2个头，模样着实凄惨。后羿除了法力消耗巨大，没有太多的伤势，毕竟属于远程射手，没给对面近身的机会，和众人打了声招呼，主动去外围放哨。歇息了一会儿，3太子发了话：你想起来了吗？我一介凡人，被堂堂3太子注视，还是有些紧张，没敢说话，只能摇了摇头。哪吒又看向二师兄：现在怎么办？叫人回来。八戒低着头没说话，不知道是在继续调养还是在纠结。算了，我去搬救兵。3太子唤出风火轮，准备离开。等等，你现在这个状态，能不能搬来救兵先不说，都容易让西方狗围歼了。八戒终于开口了：你们在这等着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们集体突围，胜算大一些。我要是没死，自然不用找人来救。我知道二师兄要用绝招了。我对着他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八戒一把拉住我，嗖的一下就飞了出去，直直地向天空高处飞去。西方神奇派出几名天使，也不进攻，远远地跟着。二师兄，这是要去哪？风大，别说话。就这么飞了1个时辰，
我才知道了我们要去哪里，吓得我全身颤抖。二师兄这是带着我奔着太阳飞啊！这可是真太阳，并不是像天照大神、阿波罗那些所谓的太阳神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好青年，我知道太阳的威力。我这肉体凡胎，到了太阳近前，怕是连股烟都剩不下。二哥啊，太阳上是有什么脑筋急转弯吗？我看一眼就能想起来我是谁了。对着太阳想，想不出来就死，我陪你一起死。我现在满心都是害怕，哪有精力想我是谁呀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身边的温度越来越高，这还是二师兄用大法力护着我，不然我早成人形炭棍了。热，好热，身上的衣物早就化成了飞灰，现在的我全身暴汗，汗液排出的一瞬间就被蒸发了。不，你不热。二师兄啊，你和我俩在这玩阿 Q 精神胜利法呢吗？不，你不可能怕热，你再想想呢。八戒现在没比我好太多，他的衣服也都烧成灰了，片片飘落。下方的天使没有再跟着我们飞，而是停在原地，注视着我们的动向。我知道我们稍有转向，他们还会围过来，而我们身边到底还有没有西方神旗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离太阳更近了，裤子也烧没了，我现在全身赤裸，随着二师兄继续奔向太阳。我的全身发红，不少地方已经严重烧伤了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二师兄没有因为我受伤了就减速的意思，他没骗我，我想不出来，我俩一起死。剧烈的疼痛和灼热感已经让我的大脑不清醒了，我甚至感觉有些冷，想赶快离太阳近一点。我们为什么要向着太阳飞呢？我追太阳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是夸父。不对不对，我见过夸父，我不是他。那我是谁呢？清醒一些，使劲想。我看向八戒，他现在全身都冒出浓烈的黑烟，这是他把大部分法力都用在了我身上，护不住自己了。又飞了一个时辰，二师兄也快没了知觉，甚至偶尔会急速下降一段，他才能清醒。想起来了吗？对不起。八戒摇摇头，不怪你，本来这个计划就有风险。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我呢喃着。对。那我死之前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呀？不行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就彻底回不来了。这次你死了，下一世你还有机会。我点点头。二师兄你呢？你还有下一世吗？开什么玩笑呢？我是佛，我死了不入轮回，自然就是死了。那你放开我，自己逃命去吧。说着这句话，脑袋里的画面全是86版《西游记》里面八戒闹着散伙的样子，有点好笑。八戒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全力把我抛向太阳。给老子想啊！速度一下子快了起来，皮肤被高温的炙烤，发出滋滋的响声。皮肤烧尽了，然后是血肉，是骨头。意识消失前1秒，我看着巨大的太阳骂了一句：狗日的太阳，我是你爹！我这是死了吗？怎么一点都不热了？我看了看自己，身体好好的，就是没穿衣服。什么情况？灵魂出窍。哪怕是灵魂，是鬼魂，也应该被这烈阳烤化了吧？我看了看太阳，一点也不刺眼，很柔和，很亲切。过来！我脑子抽筋来了一句。太阳居然真的就过来了。一款迷你的太阳围着我的手臂转着圈，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虽然它现在看着就像一个鸡蛋黄，但我知道它的内部蕴含着毁天灭地的能量。八戒呢？我四下一看，哪里还有八戒的身影？八戒死了吗？对了，这小猪猪最后把我扔向太阳，让我想我是谁。好笑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谁？这小猪猪吃傻了吧？我可是东皇太一呀！轰！这一瞬间，脑袋好像炸开了，大量的信息涌进我的脑海，而这些信息和我庞大的脑容量相比不值一提。我的形象没有丝毫变化，表情变得冷峻，气质变得孤傲，力量变得强大。我是东皇太一，华夏大地的太阳神，
10个太阳是从我的体内孕育出来的，我是太阳之父。通了，我能想起来，原来是因为我这是濒死瞬间的那一句国骂。长白山顶，哪吒已经被打成了莲藕身，躺在哪里一动不动，不知生死。谢必安舌头伸出老长，出气多进气少。八戒好像一头烤乳猪一样，全身通红，还冒着油，看着让人很有食欲。只有后羿和白素贞2人撑着结界，靠着东北5仙输送过来的法力，护着重伤的几人。我右手一挥，东皇钟浮现在掌心，嗡一声钟鸣，方圆千里，天石妖兽尽数化成飞灰，草木野兽分毫不伤。嗡嗡，再2声，对面领头的宙斯身躯4分5裂，宙斯召唤的天雷还没落下，被这钟声直接憋回云层里。宙斯一死，其他神奇四散奔逃。我没有心思搭理他们，这笔账以后慢慢算。他们敢违反当年约定，踏足华夏土地，都得死。我先驱除八戒身上的火毒，又用法力保证3太子不死，衣袖一挥，卷着众人离开长白山。临走前，我用周身半数法力凝结成雨，灌溉长白山10日，助东北5仙升阶，助长白山走兽开化，以谢元首之恩。做完了这些，东皇钟脱手而出，不断幻化，直到可以笼罩天地，把华夏大地笼罩得严严实实。这回有了东皇钟，外族不可能再犯华夏一丝一毫。而我苏醒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用东皇钟保护华夏百姓。身影一转，消失在这人世间。这里是不同于地球的一个位面。看我回来，大圣把断成2截的金箍棒扔在一边，擦了口嘴边的血。是办完了，办妥了，华夏万万年无忧。这帮崽子，等除了这些域外伪神，回头一个一个算账。大圣一个筋斗云又加入到战团。我看见女娲娘娘长袖飞舞，扇飞了几只虫子。别小看了这虫子，这是域外顶级的伪神。有一只去到地球位面，西方那些神奇加一起都不是对手。盘古大神手持巨斧，劈死了一头老虎样子的伪神，自己也倒飞出去。爬起来后瞥了我一眼，快来帮忙，我们这边顶得辛苦，你回华夏逍遥自在。你们没有东皇钟，回去也没用。伏羲、红军老祖、黄帝、蚩尤等强大的神奇也都和各个伪神战到一起，有的占上风，有的占下风。应龙飞到我身边喘口气，有陨落的吗？我点了点头。西方那群狗，我们在这里守护位面，打生打死，他们在背后偷家，真该死。要不是华夏也在那个位面，谁管那群畜生死活？刑天也凑过来，这是没完。此战若是胜了，直接踏平西方。我看了看裂缝中不断涌出的域外伪神，我们能赢吗？为何不能？我还想打到域外去，杀他个天翻地覆呢。我笑了。有理，我华夏神奇，何惧一战？皇帝手持轩辕剑，斩杀了一位伪神，飘落到我的身边。你走这段时间，新爬出来一个很强大的伪神，能力是化符印攻击，很是难防。嘿呦，出来了，就那个，你帮我看看他画的是什么玩意。皇帝轩辕指着一名高大伪神。我定睛一看，皇帝说的那个符印应该是英语，一个大大的带。我拍了拍皇帝的肩膀，你看错了，哪里是符印，那不是汉语拼音吗？他管你叫爹呢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